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3.24，收盘价是250.2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0.39，最低价是在240.85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但在2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638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1 倍量缩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继续在短期的空头趋势中，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回档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回档中，然后出现了止跌反弹。当日的这根 K 线没有出现新低，并且收盘价在高位。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会出现了止跌反弹。那股价后续如果止跌成功，必须要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6月26日的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58。那站上这个位置呢，才能证明目前股价的走势是叫止跌成功。对，那从而瓦解这样一个带有大量的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K 线信息。但是我们再补充，但是如果不能够站上258呢，那股价就没有，并不能确认止跌成功。那上方我们会看到会有均线值，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上方遇压而再次出现继续下行。所以这样的止跌反弹只是在下行或者回档过程当中的一个休息。那我们再补充一下前一期视频漏掉的一个信息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曾经提到过叫一星二阳，这是一个上涨的具有很大动能的上涨的 K 线组合。那在前一期视频，也就是6月26日的收盘价，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一星二阳的最低，因此呢，这个上涨的 K 线组合的架构呢，在6月26日已经被瓦解。那在前面我们一直说，股价我们要守248，实际上就是守这根 K 线没有被跌破，那么一星二阳的动能是依然存在的。所以到了2月26日跌破了它，这个一星二阳的动能就被瓦解了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上一期视频在 K 线部分漏掉的信息，我们补充说明一下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27号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会在
240附近，另外一个是在231附近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给出的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收在245附近。实际在6月27日收盘价是在250.21，出现的叫止跌反弹，因为当日并没有出现新低，而我们预测的反弹呢，是股价出现新低之后，然后呢拉回到这根前面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这个位置，对。所以我们预测的叫反弹，而实际发生的叫止跌反弹。那这个止跌反弹啊，唯一的不足就是，比如说没有出现新低，收盘在高位，这都是利好的消息，并且呢，这个实体部分的上沿在前一日红 K 实体部分的上沿的上方。那这从 K 线信息上解读，这都是利好的消息，但是不足的是出现的是量缩，就是并没有大的成交，就是虽然成交量很大，但是没有出现较前几个交易日的量增。所以说呢，这是一个不足的信息。那不管怎样，出现了止跌反弹，都预示着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上行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6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上行，上方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58，站上258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上解读也讲了，那叫止跌成功。一旦止跌成功，股价如果继续上行，那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277，我们称为前高。那股价如果能够止跌成功，再站上前高，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上涨，然后出现回档后的再上涨，那出现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走势。那接下来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314， 314我们可以看到是自2022年9月，应该是在9月21日这根 K 线，对，自这个交易日以来的下跌。那么目前我们股价现在有头高，下方有底高，目前依然是在自1月6日以来上涨的多头趋势。所以说，一旦在站上股价日后能够站上第二个头，那么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314。好，这是上方的三个目标：258、277和314。我们再来看下行，股价下行的目标没有变，依然是223。我们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展开来说明一下，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说股价能够继续反弹，如果能够站上258，那么这个底将会成为股价，如果股价再上来，这个底将成为股价在回档或者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目前虽然没有新低的出现，但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不能上移，因为现在还处于一个横盘当中，只有日后 K 线的收盘价站上这个前高，我们才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底，就是这个底并不是不能跌破的底，或者说跌到位的底，我们指的是一个底，只是一个底，对。那么对，所以目前的股价下行的目标我们不能提升，股价目前是横盘的位置，然后呢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3。那在下行的过程当中呢，20日均线值和这个缺口将会成为支撑。第二个目标就是212，第三个目标是195。其中在到达195之前，上方还有一个200
的关口，200整数关口，它将是如果日后股价出现这样一个深度的回档呢，200关口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的3个目标。对于6月28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2个观察位。这是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观察位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39。那我们在6月28日给出的下方的观察位是242，我们提升它。242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的下限。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观察位，是250。250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给出这2个观察位呢？如果股价继续反弹，那在6月28日盘中，如果能够在250上方运行，那股价很可能会收在高位，那么有利于股价继续反弹。但如果在6月28日盘中股价是在250下方运行呢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收在低位，或者是依然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运行到242的下方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在当日去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，而收盘在低位。所以我们给出这2个观察位。实际上在股价一开盘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在哪个范围之内运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对于6月27日收盘价这个位置 250.21， 虽然出现了止跌反弹的信号，但是由于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而不是量增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能够进场抢反弹的，也更不能进场做多。对，那所以在技术上现在我们不能够进场。那抢反弹不能进场，做多也不能进场。那我们要给出，如果股价能够出现止跌成功，就是站上258，我们再进场做多，要等到股价站上277之后，然后才能根据情况再进场做多。对，那在这期间，也就是说从目前的收盘价250一直到上方的277这个区间内，股价如果上行，我们都会把它称作叫反弹。而反弹我们要关注的是它必须是量增，然后股价收盘价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我们才可以根据 K 线的线型来考虑是否进场抢反弹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抢反弹和做多的说明。但是如果比如说不遵守这个技术上的操作纪律，说我在250这个地方我就是想要进场抢反弹，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想进场抢反弹，一定是很小的仓位，例如5%，然后一定设好止损位，就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240.85或者守241。对，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呢，要即刻止损出场。对，好，那当然如果想要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进场，那么获利的目标应该是在258下方一点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要快进快出。好，那这个操作的描述，我们说的是这是违反技术上的纪律的，就是因为指标
并没有跟进。如果想强行尝试这样的操作呢，是可以这样去试一下。好，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补充说明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6月28日开盘之后，从250一直到上方的258这个区间都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加仓。如果是低开，更会有空头的进场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回补下方的缺口是235，甚至或者是下方的223，这是空头目前进场的目标。然后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58上方，是在265附近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28日的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请各位网友如果方便，请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50到254，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55一直到258。我们把这两个区域合并，所以第一个压力区间是从250一直到258。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的压力还是比较宽的。好，第二个压力位就是265，是6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277。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242到243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就是这个缺口235到240，第三个支撑是223，也就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6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向上或向下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突破。这个突破我们指的是突破前一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和它的最低，甚至是6月26日这根 K 线。好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向上突破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4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61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60.5附近，收在这个位置。我们预测的这第一个可能中的向上突破啊，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留有缺口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能出现这样的向上突破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是向下突破。如果是向下突破，它将是低开盘，并且有可能是大幅的低开盘。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250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34，也就是会回补这个缺口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大幅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向下突破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可能。那
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，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横盘。横盘如果出现横盘，它将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3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5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5附近。对，那我们预测第二个可能啊，包括第一个可能，我们来说一下理由。目前我们会看到，5日均线值的方向是向下的，20日均线值方向是向上的，所以在6月28日股价开盘之后啊，这两个位置分别都会对股价造成一个压力，或者说是一个支撑。但是如果股价选择突破呢？那例如我们说的向上突破，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那么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，再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那会推动股价呢站上这个前高，而就是说出现止跌成功。对，但是呢，如果是没有多头的力量，股价是出现了一个低开盘，那股价向下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，来确认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由这样的一个回档，一旦日后的K 线的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将会将这样的一个回档的一个走势呢，变成一个空头的趋势。虽然目前已经是短期的空头趋势，但是跌破20日均线值将会确认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对，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